今天是周末加更第一弹，今天是周六，然后我又回到花园里面来，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上周二花园的大主理人 Director Bill Thomas 带我们认识的针叶木本植物。他带我们大概看了10几种不同的针叶木本，我复习了一下，但我还是觉得没有完全消化掉它们。但我觉得有其中4种它们两之间是非常相似的，而且在我景观设计师的工作当中应用的也很多，所以今天我就只挑这4种景观针叶树来跟你们分享一下。 OK， 第一组很相似的2种落叶针叶树呢，就站在我的后面，镜头右后方比较粗壮的这一棵是 Taxodium， 是美国本土的落羽杉，而镜头左后方这一棵小小的跟它长得非常相似的是 Metasequoia， 是来自中国中西部的水杉。我现在能够轻易分辨它们的特征呢，是根据它们叶片的结构，所以这棵水杉是很明显的对生，不管是它的每一片小叶子，还是它大叶子之间连接到枝干，都是对生的一个结构。而美国本土的这个落羽杉 Taxodium 呢，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错生的结构，包括它的小叶片之间也是错生而不是对生的，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可以区分它们的点。摆在一起的话，基本上可以看到落羽杉的叶子是很小的，叶片比较稀疏一点，而这一棵水杉虽然比较年轻，但它的叶片是比较密集的。所以这2棵都是很有趣的景观树，因为它们是可以被种植在非常湿的地方，就比如说应用在景观的雨水花园或者是湿地景观里面都是可以的。你看现在我在小溪花园这边，然后这里有好几棵组团的落羽杉，然后看它们的下面看到那些小膝盖了吗Bill 也说，虽然它们是可以适应这种非常湿润的土壤环境，但是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行道树的选择。落羽杉又可以适应非常干燥、很有挑战性的城市混凝土森林环境。而我以前做的景观项目，包括现在我们正在给一户人家设计新的它的花径排水沟的区域，那里整个环境就比较湿润，所以我们就有给它设计几棵落羽杉在里面。而 Metasequoia 呢，就是一个我记忆中的树木了。我成都家里附近就有一排行道树，就是水杉 Metasequoia。在美国西岸的朋友对它也不会陌生，它的美国西岸本土的表兄弟 Sequoia 就是西岸那些有名的红木森林的主角。这里有一棵非常迷你的水杉，我们再重新看一下它的特征。对生，它的小叶子们也都是一对生的。对比起美国本土的落羽杉，它算是叶片比较茂密的。然后它之所以叫红木，确实它的枝干就有一种泛红的色调在里面。第2组想拍给你们的呢，是美国本土的2种柏树的对比。我后面这个是其中一棵，它叫 Thuja occidentalis， 中文俗名是美国香柏。然后另外一棵我想介绍给你们的是叫做 Thuja pellicata， 美国乔柏，而它们英文的俗名分别是 American Arborvitae 或者是叫做 Eastern Arborvitae， 而另外一棵叫做 Western Arborvitae。 这个英文俗名也是非常令人迷惑的，因为这棵树的拉丁名 occidentalis 其实它的意思是 west， 是西边的意思。发现它的是欧洲人，美国大陆对于他们来说是在西边，所以他们叫它叫做西边的柏树，而实际上它的原生地是在美国的东岸，所以美国人叫它的英文俗名又叫它叫做东岸柏树。希望刚刚那段没有把你说晕而我想待会儿去拍给你们的 Thuja pellicata 才是属于美国西岸本土的 Western Arborvitae。 后面这几棵就随便在花园里走一走，其实 occidentalis 非常多，普通的家庭园艺应用当中也非常多。作为一个平挡的树啊， Thuja 这个品种，这种柏树本身它就会长得很快，很快有一个立竿见影的遮挡的效果。看我这后面又是3棵 occidentalis， 但 Bill 说这几年呢，它逐渐被 pellicata取代，因为这边有很严重的鹿的问题。美国香柏是他们非常喜欢的食物，而 pellicata 美国乔柏他们就不太感冒。你看在我们后台的服务区，这些
围墙边上的屏障都是 Fuja 仙蒂可丽尔主宅邸前面的那一道主要的灌木墙，带你们去看。OK， 我现在来到了 Elevated Walkway， 这个残疾人可以顺畅通过的栈道上面。我后面的这个灌木屏障，仙蒂可丽尔宅邸之间相隔的这个树篱，这个柏树就是 Fuja Plicata Western Arborvitae 北美桥柏，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和漂亮的树篱来的了，而且对于塑造这个空间也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。我有去年夏天园丁 Nate 去给他剪头发的照片，它也是有一定装饰性的效果的，而且它其实很厚。而来近看它的叶子，它也是有这种泛黄的色调在它正面的叶片上，而翻过来看之后，看它的后背比较泛蓝，然后有这些银色的条纹，可以把它跟 Occidentalis 北美香柏区分开来。这两种不同的柏树呢，如果你去揉搓它的叶子，都可以闻到很香的味道。这两种柏树都长得非常快。再加一个关于它名字的小故事，它的英文俗名是叫做 Arborvitae。那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 Tree of Life， 生命之树。而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也有不同的说法，其中一个就是说，以前的原住民用它来治疗坏血病，这是其中一个说法。另外一个也是关于它的生长速度很容易生根，也是生命力的一种象征吧。我站在这个栈道上给你们拍一下这个树篱的全景。我可能也有一些从空中拍的无人机的画面，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比我还讲了太多，你看我后面有好多不同的别的常绿树，我还要慢慢去学习。如果我有了新的心得，之后的 vlog 当中再慢慢跟你们分享。好，我现在要去准备拍周末加更第2弹了，我们下支视频见。